提到梦呢，人们会想到梦想，梦想是人自己所向往的目标。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就要朝着那个方向不断的努力。圣经称这是人的道路。创世纪中讲述的约瑟做的梦呢，好像那是他的梦想，然而他却没有走上通向梦想的道路。他所经历的似乎都是与那个梦背道而驰的，因为圣经所展示的是神的道路。圣经呢讲述约瑟呢做了2个梦，他将这个梦呢讲给他哥哥们听。梦的内容呢是说哥哥们的河捆向他的河捆下拜，那么表达的意思是说他将会在他哥哥们之上。显然那哥哥们开始仇恨他了。在那之后呢一次约瑟在野外遇见他的哥哥们，有人提出呢要把他杀了，说把他丢在一个坑里呢，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。只是犹大呢出了一个主意，说不如把他卖了。这样看呢，他的生命几乎就是死在他哥哥的手中，似乎只是因为运气才勉强逃过一劫。然而圣经暗示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保守。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呢，他们的意图是惩罚这种有狂妄梦想的人。但最终呢，这样的事却被上帝所使用，就是因他们这样的行为反而使约瑟的那个梦实现了。圣经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梦不是出于人的梦想，而是来自上帝的预言，或者呢解释为就是给约瑟的使命，是上帝要他成就的。这一点呢，正如耶稣来到世界呢，犹太人把他抓了，解到官府，理由是耶稣呢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那就是犹太人的王。他们认为这只是他个人的梦想，甚至想得过于狂妄，所以人们嫉妒他，恨他，最后把他杀了。然而这一切呢，也正是上帝要成就的，所以这也是耶稣的使命。说到梦想呢，如同登山，需要人在自己所追求的方向上不断的努力，才有可能逐渐接近自己的目标，那也是人的道路。所以约瑟的梦呢，并不是人们所讲的梦想。圣经中有这样的话：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按照人所能看见的呢，约瑟的道路是在往下走，从宠儿呢变成奴隶，这还不够呢，又变成了囚犯，而非走向他所梦的那个目标。所以说那不是人的道路，而是神的道路。分享一点最近读圣经的经历。这是我用院子里的树呢打造了一个小桌子，圣经呢常常摆在上面，只要早晨有时间呢就会看一段。记得那天早上呢，我读到的是约翰福音的一段话：一粒麦子若不掉到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这句话是耶稣讲的，其中提到仍旧是一粒，对我很有触动。作为人的天性呢，人希望自己的起居一切都得到上帝的保守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我们希望自己所拥有的一点都没有失去。这就是经文中提到的仍旧是一粒这个意思，是符合人的期盼，也是人的道路，或者说这就是人的意念。但在这里呢，上帝呢不满足于仍旧是一粒，他要的更多。换言之呢，上帝看到更好的选择，就是能使得一粒麦子产生50倍甚至上百倍的果效。这就是上帝的意念，是高过我们的意念。然而上帝的道路呢，也与我们的不同，就是要那麦粒经历死亡。这段经文的上一句是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实际上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说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近了。上十字架是任何人所惧怕的，在肉体上是经历痛苦，是死亡，在精神上则是羞辱，但耶稣却称之为得荣耀的时候。
不是说他可以做到对痛的免疫，而是他看到有更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从上帝的眼光所看到的，因而他选择轻看自己所要经历的。希伯来书的12章2节这样说：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一点呢，与创世纪中的约瑟所做的呢很近似。他被兄弟们扔到坑里，并非无所谓，也曾经历过惧怕，后来呢又经历过奴隶、牢狱之灾等，相信那些都是很大的痛。他从17岁被卖到30岁当上埃及的宰相，经历了13年，又过了7年，就是那丰年过去了，荒年开始了，所以应该是20年之后，他的哥哥们才来到埃及买粮食。他无法忘记过去所经历的，他对他哥哥们说：原来你们意思是要害我。他不否认他哥哥们所做的，甚至很肯定地说，他哥哥们当时的意图就是要害他。当他经历这些事以后呢，他看到神的计划，所以他说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因为他看到神的旨意远远高过他所经历的，所以他才能做到轻看羞辱。从这一点让我们看到圣经所说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同时也理解到圣经教导中强调的饶恕，那并非机械性的忘记，而是让人定睛在上帝，定睛在他在人生命中的计划以及祝福，那些都是神的道路，人所得到的将远超过人所付出的。